新歌《罗刹海市》引起的风波闹得沸沸扬扬，但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刀郎却通过工作室表示不会对这件事做出任何回应。网友对这首新歌最多的解读就是歌词一口气内含了4位娱乐圈明星，而近日这场风波的疑似主人公纷纷给出了回应，而4人的态度对比下来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8月2日，汪峰在社交平台上正面回应刀郎的新专辑，音乐从来就应该是音乐本身，而不是是非。在这段视频里，汪峰花了大概20分钟聊刀郎的新专辑。在视频开头，汪峰否认了对刀郎有任何的偏见，或者觉得与他有什么高下之分，并表示在这20年中，刀郎除了做音乐外，没有传出过其他的消息，就这一点，自己对他十分尊重。我看到网友在说，文章也在说，20年前我对刀郎的评价，我觉得完全没有意义去谈论和解释。他说，但是最近想到了家人和孩子，就觉得为什么要让别人误解他。汪峰称，在记忆中他从来没有对刀郎有过任何的偏见，自己一向对于做音乐的人不是这种态度。他举例称，甚至有一篇文章把他的毕业院校都写错了，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后面就不需要看了。在辟谣完网上的传言后，汪峰从专业的角度对刀郎的新专辑进行了分析，谈到里面自己最喜欢的歌曲并不是最火爆的《罗刹海市》，而是未来的底片。除此之外，他还喜欢花妖、静听、路南柯，并夸赞刀郎在这张专辑中完美结合了中西方音乐的特点。如果是100分制的话，自己会给他打93分，是相当的不错。汪峰表示，对于这张专辑不要上纲上线，不要去赋予太多道德的东西。如果刀郎的作品有让人去思考，这就是创作者给我们最大的益处。不要把一件事歪曲变性质。汪峰表示，当下有人说刀郎用了一首歌去讽刺甚至报复某些人，这种说法非常贬低刀郎。这种莫须有的观点强加于大众，自己的心里是阴暗的，因为任何音乐不是是非，不是道德审判。最后，汪峰还强调，今天所谈论的不是解释，只是提醒大家去尊重一个好的音乐，去尊重一个好的音乐家，不要给纯粹的东西强加一些东西。汪峰称，还有一些更专业的知识没有和大家分享，如果刀郎能看到这段视频，相信他会知道自己是懂他的音乐的。那么相比于汪峰，我们再来看看其他3位的回复和格局。那英如今的抖音评论830万条，绝对能够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因为知名度和歌曲中那鸟的明显说法，他是被冲得最惨的。而对于刀郎这件事，那英在第1天就有过回应，他在机场向粉丝询问如何屏蔽这些骂人的，随后就没有在正式场合回复。而网上所谓发长文回复网友别网暴了，其实是有些人杜撰谣言。那张长文其实是3年前的截图，并不是那英对于此事的回复。这几人中回复最硬的还要数杨坤，一共有3次，4次都有证据。第1次是在别人评论区说罗刹海市骂人，可能骂的就是现在跟风的人。第2次发布了一个视频，说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应该思考自己的作品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也就是杨坤认为刀郎的《罗刹海市》把老百姓带到了岔道上，会把网络环境和社会风气给带坏，是一首烂歌，没有什么艺术和技巧的歌，难登高雅之堂。第3次是看到《罗刹海市》的播放量这么猛，他再次说了50亿的歌不代表是好歌，你的歌虽然比我所有歌都火，可是那什么都不代表，歌是要有生命力的。而高晓松的回应更像一种调侃，他在直播的时候称自己的私信都炸了，大家告诉他说刀郎在骂他，而他也把《罗刹海市》听了10几遍，到现在都没太明白吐槽的点在哪里。所以高晓松虚心请教网友，他在这首歌里是哪个动物，呼吁大家帮他分析分析，不要让他被人骂了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4人的态度也由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大家觉得谁的回应最合理？1000人心中有1000个罗刹海市。不管怎么说，这首歌已经走向了世界了。别的国家的歌手也好，自媒体创作者也好，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演绎刀郎的《罗刹海市》，有的效果还挺不错的。
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明白歌词中隐喻的意思呢？由此可见，赵丽蓉老师当年的那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确实有先见之明。当然，这句话也是鲁迅先生说的，不是赵丽蓉老师的原创啊。但罗刹海市在境外的火爆也给刀郎带来了国际纠纷，甚至有传言美国音乐协会将要制裁刀郎了。原因竟然是说刀郎的歌在内涵美国，这是什么梗？大家不都说刀郎只是为了讽刺当年参加某档选秀节目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吗？怎么就在内涵美国了呢？当然也怪网友太有才了，小编看完罗刹海市歌词翻译出来的隐喻后，差点就真的相信美国音乐协会要制裁刀郎了。罗刹国向东26000里，因为从俄罗斯最西边界往东1.3万公里就是美国。过七冲越礁海3寸的黄泥地，只为那有一条一丘河。美国控制海峡和海洋，维护它的海洋霸权。五眼联盟等美西方就是一丘之貉。河水流过狗狗营，营营狗狗不干好事，当家的插杆儿唤作马户。当家的拜登所在民主党党徽是驴，十里花场有魂名，拜登的咸猪手闻名遐迩，两耳傍肩三孔鼻，未曾开言先转定。英国加拿大是美国的2个耳目，这3个国家是3个鼻孔出气。拜登垂垂老矣，爱转圈犯迷糊，每日蹲窝里把蛋来卧，拜登窝在白宫里筹划阴谋诡计，那幼鸟不知道它是一只鸡。拜登号称白头鹰，他不知道美国自己是个好斗公鸡。勾栏从来扮高雅，美国满嘴仁义道德民主自由，自古公共好威名。美国政府中多位跨性别官员堪称公共治国，从来没蛋生来就黑，不管你咋样洗呀，那也是个脏东西。美国历史上残害印第安人罄竹难书，史书可以掩盖，历史不能磨灭。西边的欧刚有老板生儿卡尔维特根斯坦，这位奥地利哲学家说过，歪曲的概念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真实的情况则是，我恰恰不知道何者为善，何者为害，此言正适合美帝，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推而广之，尸位素餐，劣币驱逐良币，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这些都是美帝惯有的特性。看到这里，是不是会有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小编仔细对应了一下刀郎的原文与这位网友解读的隐喻含义，应该说，除了极个别的解读略显牵强之外，绝大部分的解读居然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假设真的有人刻意将罗刹海市的英文版按照这位网友解读的意思进行翻译，那么美国音乐协会仲裁刀郎还真的有可能，这完全就是赤裸裸的在嘲讽美国社会嘛。有网友为罗刹海市提了副对联，上联马季误入罗刹国，颠黑白倒美丑，物是人非。下联刀郎请回蒲松龄，扫妖气，清乾坤，涛声依旧。上联可分析诡谲的国际局势，下联可共情刀郎作为曾经的下位者，潜心修炼后重出江湖，手刃仇人，大杀四方。因为他的表达完全是隐喻式的，所以你愿意相信这把刀指向谁，他就指向谁。对于刀郎新歌爆火，最击中人心底的就是对现实无情嘲讽和鞭挞，对种种阴暗时弊痛快淋漓的针砭。正因为如此，才会让听懂曲中深意的人，懵懵懂懂一知半解的人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与其说是刀郎在复仇，不如说是在嘲讽整个社会黑白颠倒、虚伪的现象，而不是针对某个人或某个现象。那些盲目跟风、最擅长口诛笔伐的网友，又何尝不是罗刹国的人呢？无论是对乐坛导师的质疑，还是对西方国家的政治义愤，或者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痛斥，都代表着大众的普遍心理和情绪，即呼吁公平正义、诚实正直，摒弃欺骗、贪欲、自私自利、黑白颠倒、美丑不分的罗刹现象。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